I found that photo in the sofa, and it's from way back in '01. So I guess there's much I never told you, like who I am. 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在一般的观念里，新的会比旧的好，但旧的就一定是不好的吗？在京都，很多旧的区域经过沉淀后，融合了新的元素，反而变成一种复古的流行。这种新旧融合的反差，不会让人觉得突兀，反而加强了传统文化的美感。而这种美不只表现在视觉上，还延伸到了听觉、嗅觉、味觉及触觉。用一天的时间，跟我一起逛逛京都的核心商业区，打开五种感官，享受旧时光与新风潮的交汇体验吧。六角堂的正式名称是紫云山顶法寺，把这里当作散策路线的起点，是因为这里是京都的正中心，还有颗京都的肚脐石。六角堂的名称由来，是因为正殿是少见的六角形，不过从地面看不太出来。可以搭乘隔壁的透明景观电梯，从高处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六角形的屋顶。六角堂是由圣德太子于西元578年所建，供奉如意轮观音，这里是西国33观音的第18号圣地。六角堂也是花道的发源地，据说是把花贡献给佛祖的过程中，加入很多想法，所以演变成讲究的花道。这里虽然不大，但是细心维护的环境，好像可以暂时抽离喧嚣，让心情平静下来。距离六角堂不到1分钟的步行距离，就会看到蓝瓶咖啡。这是蓝瓶在京都开设的第2家分店，改建100年历史的自行车店，将老屋装扮成时髦的咖啡馆。外观仍然保留脚踏车的装饰，有股文青感，却巧妙融合进周围的街景里。1楼是点餐和贩售周边商品的地方。2楼才是咖啡吧台和用餐的环境。一定要在靠窗的位置喝一杯咖啡，看着路过的人群，像是悠哉与匆忙之间的冲突反差。背景的轻音乐交织咖啡机的碰撞声，加上有年代感的墙面及木头横梁，本来不太搭配的几个元素，在这里却完美的融合成最悠闲的画面。
位在士丁商业街靠近本能寺的位置，有一家超过360年历史的老店。喜欢文具的人大概都听说过鸠居堂。这家以鸽子为家徽的文具店，最早其实是贩卖药品。因为药和线香的成分很接近，所以开始生产线香。在进口原料的时候，开始接触到字画和文具，演变成今天在文具界的地位及品质保证。这里的纸触感很好，虽然现在很少有人在写信了，但收到这种纸寄来的信，一定会感觉被对方重视，无形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。哦，对了，距离鸠居堂走路1分钟的地方，有家超级好吃的鲷鱼烧。这家名门鲷烧本铺是连锁店，鲷鱼烧皮薄馅满，有红豆、奶油和地瓜3种口味，3种内馅的口感不分轩轾，每次经过都一定要吃上一尾。距离鸠居堂1分钟步行范围的惠安河道屋，是一家300年历史的老店。店铺外观的古风韵味，经过很难不被这种特别的气质所吸引。这家素记屋风格的餐厅，从江户时代开始贩卖荞麦面。1楼的前半部是需要脱鞋的座位，也是保留古老风格最完整的位置。点了1碗天妇罗荞麦面，感觉很朴素，不过也很符合老店的风格。汤头刚喝下去会觉得很清淡，但是入喉了以后，齿颊间还留有一股麻麻的味道，所以我猜汤头应该加了山椒。在这里用餐，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恰如其分。清淡的餐食，宁静的小庭园，店员从容的接待应对，看似一段平淡的体验，却留下浓浓的怀旧情绪。对味道敏感的人，在京都参拜寺庙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现每间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味道。这些味道来自于焚烧的香，而这些香是每间寺院根据各自的特色而制作的。有300多年历史的松茸堂，是很多寺院配合制作香氛的老店。虽然是老店，
但这里却有非常创新的体验空间。树纪屋古宅风格的总店旁边有一个体验空间熏习馆，顾名思义，在这里可以学习到香味的知识，引发嗅觉的无限想象。透过互动体验的装置，可以学习怎么提炼味道、保存味道、散发味道。甚至还可以学习味道之间的相互加成，创造新的感受。嗅觉是五感之中最能唤醒记忆的感受。如果在京都有过美好的体验，那么买一些喜欢的香味，在家里点燃它，就能瞬间唤醒在京都的美好回忆。由旧京都中央电话局改造的新风馆，集合了饭店、服饰、餐饮及生活用品的店铺，摇身一变，成为京都的潮流地标。整栋建筑围绕着庭园打造，像是欧洲建筑的天井特色。以贩卖手账为主的 Travelers Factory， 在这里也有一家分店。To the mentioned banister, drunker than a forest fire on a lonely Father's Day. We can be bad and good. 整间店就像他们贩卖的皮革手账一样，待越久越能发现不同的感觉。店员很骄傲地分享了他的手账，是我见过最有趣也最文艺的手账。被点燃的创作魂，马上就买了一本。在沙发区看着来这里盖章的旅客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卡，留下了京都旅程中独一无二的戳记。This is a fight to the death, and none of us will leave alive, so we might as well be brave. 不是任何古老的建筑或商品都适合用复古来形容，而是那份古老传统的精神，也能让现代人感觉到美好，才能称作情怀。在京都，保护传统并不是将传统供奉起来，和古代人感同身受，却又符合现代的体验，更能激起大家的保护欲，让情怀延续下去。如果你也喜欢京都那些新旧融合的体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探索旅游的乐趣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And I cut the rug apart with my
sweetheart, with my sweetheart, with my sweetheart.